大家好，我是 Andy。很多网友后台私信问我，你怎么懂得开餐馆呢、美发店呢、纹眉店呢、这按摩店、装修、地产、贷款、建筑等等等。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我自身的故事，我是如何由一个一无所知的美国新移民，到现在一直不间断学习的这个成长过程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年随着我父母的申请，来到了美国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国家。那时候我在国内刚刚好高中毕业完，考上了省委经济管理干部学院，但那时也收到了移民通知书。我那时就有了艰难的抉择，因为如果我选择留在中国读完大学，或许我今天就在国内的某个城市天天上班，默默地过着小众般的生活。那由于好奇心的驱使，而我选择了移民的道路。美国为什么陌生？因为我从来没有来过美国，它的这个社会制度、体制结构完全不懂，甚至是什么人、什么族裔组成的也搞不清楚。那为什么熟悉呢？因为国内那时电视台经常播放的《北京人在纽约了》，也对美国有了些许了解。啥也没记住，就记住了那句话：如果你爱他，就把他送到纽约，因为那是天堂；如果你恨他，就把他送到纽约，因为那是地狱。我想我父母是爱我的吧，那可能是太天真了。我当时不是很理解这段话的含义，后来经过时间的累积，慢慢成长，慢慢的了解到了当中的真谛。于是搭完去美国的飞机，快到时，从飞机向下俯瞰，真的是太繁华了，晚上灯火通明。那时刚下飞机，踏上美国领土的第一个城市就是纽约，但很快又改变了我的想法。我父母叫来了一辆的士来接我，是在纽约肯尼迪机场。我那时看到美国的街道全部都是英文的牌子，就像我看到动画片里面的蜘蛛侠啦、忍者神龟中的那样，真的是又脏又暖。然后下车到达了地铁站，那是纽约人引以为傲的交通工具。那倒也是，纽约的地铁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但是你可以看到一只只黑不溜秋的东西在铁轨上转来转去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不是，是一头比猫还大的老鼠，也不怕生人的大摇大摆的在铁轨中穿梭。我心里想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发达国家。我心里打起了无数的问号。那更无语的是，父母住的 apartment 是红砖墙，外面呢是铁门，里面是老式的电梯。我们坐着电梯上去，住在3楼，就跟《生活大爆炸》中的那些房屋一模一样。唯一不同的话，就是晚上还有很多小伙伴在厨房里面觅食。没错，大蟑螂就算了，非是一堆一堆的小蟑螂。我当时是彻底的崩溃了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。在父母的劝说下，我平静了下来。既然是自己选的，那就只能自己承担了。从那以后，父母就帮我报了英文班，毕竟在中国也只是学了一些皮毛。由于全部都是英文的环境，很快简单的基础交流也不成问题。但很快突如其来的纽约重大事件911事件发生了。记得那天我刚放学，想要上地铁，可是呢，全纽约瞬间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。那时可不像现在发达到能守一个智能手机，那时只用诺基亚手机，没有视频功能，而且当时整个城市的通讯网全部中断。我那时所在的城市是法拉盛，整个大纽约分为4个区：曼哈顿、布鲁克林、Bronx、Queens， 和我住的法拉盛是在皇后区，离世贸大楼差不多45分钟左右。如果坐地铁过去的话，当然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，直到旁边的人说有恐怖袭击，才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。后来直接搭上紧急的巴士回到了家，打开电视就看见一辆飞机冲向了世贸大楼，紧接着另外一辆飞机也冲向了2号大楼。没过多久，2栋大楼相继倒塌了。当时真的没有想过，这个跟美国拍大片的电影情节居然离我这么近，而且还真实的发生了，想起来都后怕。那过了没多久，我就在电视台看见一则采访关于一家豪华餐馆，由于就在世贸大楼附近，之前生意非常好，但是之后呢，生意却一落千丈，亏掉也要马上卖出。后来